孩习惯性睡在床底，可半夜时分，房门却被推开，3个男人走了进来。女孩紧张地屏住呼吸，可就在这时，父亲倒在地上时，正好看到床底的女儿，他忍着剧痛挤出一个笑容，希望女儿不要害怕。可是突然，女孩怎么也没想到，父亲最后留给她的竟是脸上温热的血液。看着父亲的尸体被拖走，女孩强忍悲痛，却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本以为这样就能躲过一劫，可外面却传来脚步声。苏西被带走，但凶手并没有杀他，而是将他卖给一个60岁的老头。就在老头发动前，苏西被救。这个好心人名叫阿九，是延边杀手组织的老大。他看苏西无亲无故，便收养了他，并训练他成为一名杀手。苏西很有格斗天赋，可朝夕相处中，他却喜欢上了阿九。而且随着长大，苏西的喜欢越来越明目张胆。阿九很是无奈，但就在苏西恋爱脑发作时，他得到消息，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回国了。苏西立马只身前去报仇，结果却中了埋伏，反被俘虏。看着苏西伤痕累累的双脚，凶手明白这个女孩是个狠人，可他比苏西更狠。우리 숙희 정말 딱하다 딱해. 네 애비 죽인 게 내 아이모? 苏西震惊的抬头，然而下一秒，头顶的玻璃就突然炸裂，是阿九来了。短短几秒钟，他就开枪干掉绑架苏西的人，成功将他救出。经历这番生死后，苏西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，终于向阿九表白，两人很快就结婚了。但婚礼结束后，阿九就接到一个神秘电话，他立马表情凝重，叮嘱苏西几句后就出去了。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再见阿九时，他已经变成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。原来阿九那通电话是小弟打来的，他暗中查访杀害苏西父亲的真凶，于是阿九单刀赴会，想了却苏西为父报仇的心愿，不料却被反杀。看着阿九的惨状，苏西拿上枪就杀了过去。苏西没想到对方是有组织、有部署的暗杀机构，杀完一层，居然还有一层。可在杀父杀夫的巨大仇恨下，苏西犹如阎罗附身，只管一招毙命。可面对众多敌手，苏西还是体力不支了。他被胖子秦万锁喉，单手举起，然后又狠狠甩一下。但下一秒，苏西就拿起一件硬货，哐哐直往胖子膝盖上面砸。一声脆响后，苏西却趁机照脸狠砸，然后借力骑上胖子的脖子，套绳拉紧，送胖子归西。随后苏西就撞破玻璃，从高楼跳下。可他刚落地，警察就将他包围。但现场的惨状却让警察震惊了，踩缝纫机已经配不上他。不久后，韩国情报局就将苏西带走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却趁着苏西昏迷，给他做了整容手术。苏西醒来时，他已经顶着一张陌生美女的脸，位于一个全封闭的女子训练营。但这里的训练内容却很奇葩，要么是跳芭蕾练气质，要么就是化妆打扮学性感。苏西挟持了一名管理，想要逃跑，可所有人都很淡定，他们似乎习以为常，根本不在意苏西的举动。直到有个短发女冲了过来，表示她也想逃跑，并且知道出口在哪里。苏西立马跟了过去。 이쪽이 안쪽으로 들어가. 短发女跑出去后，就跳下10几米的悬崖，并且平稳落地。苏西见状，立马跟着跳下。可谁知半空时，短发女却突然开枪，苏西被击中肩膀，狠狠摔在地上。短发女却冷酷地睨着他，原来她就是基地负责人霞姐。这一枪是她给苏西的见面礼，也顺带测试下她的身体素质。苏西的速度、力度与反应能力都很好，值得他们重点培养。可苏西却不想活。 아싸리 죽이지. 살아. 당신이 알기 위해서.
霞姐将一张 B 超单拍在桌上，原来苏西已经怀孕，孩子正是阿九的。苏西一听就迫切的想要生下这个孩子，霞姐却有条件，苏西必须为情报局杀个人，事后不仅有一大笔钱可拿，还可以洗白身份。苏西答应了。孩子出生后，霞姐就为他准备了新的身份，还送他一套房子。但奇怪的是，霞姐如此大费周章，却始终都没透露苏西的刺杀任务到底是什么。平静安稳的生活下，苏西遇到一个叫贤秀的男人，他帅气温柔，第一次见苏西的女儿就十分喜爱。贤秀想抱抱孩子，保姆却谨慎地拒绝了。而这个保姆是通过招工快的58同城找来的，贤秀有点尴尬，苏西却心中一暖。女儿一出生就没了爸爸，也许贤秀正好可以弥补她缺失的父爱。而贤秀的善良平和也治愈了苏西的丧夫之痛，两人相爱了。人一生遇见一次真爱已经是幸运，遇见2次那就是天赐的缘分。苏西决定和贤秀结婚，殊不知贤秀却是霞姐安插在苏西身边，随时监视她的人。一无所知的苏西却还满心欢喜地准备婚礼，结果就在婚礼前10几分钟，霞姐打来电话。 지금 당장 화장실. 용기의 페이스 지문이 들어있을 거야. 从里面拿出一个黑色包裹，包裹里面是狙击枪组件，他熟练地装上8倍镜，拧上枪管，卡上枪梭，一气呵成。从排气风扇架狙瞄准，纯白婚纱搭配冷硬大狙击，酷飒气质瞬间上头。可就在苏西瞄准目标时，却惊讶地发现对方竟是她死去多年的老公。苏西立马心口一痛，枪管也跟着微微颤动。男人的墨镜被打掉，他立马警觉地看向对面，苏西却停止了射击。阿九4年前就死了，怎么又活过来了？还成了他的暗杀目标。苏西处在巨大的震惊中，门外却传来催促，婚礼就要开始，苏西该上台了。他将弹壳冲进马桶后，又迅速拆卸了狙击枪，重新放回马桶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。可苏西的心乱极了，阿九是他深爱过，至今仍深爱的男人，这个婚还要不要结？苏西一边纠结，一边走向贤秀，看到苏西的眼泪，贤秀以为他是太高兴，还温柔安慰道。贤秀一句话就定住了苏西的心神，也许是他看错了，只是长得像而已。如果阿九真活着，干嘛不来找他？在苏西的胡思乱想中，婚礼稀里糊涂的完成了。但婚礼刚结束，被刺杀的那个男人就锁定了狙击位置，并且通过监控发现当时在厕所的是苏西。 저 여자 어디서 본 것 같지 않니? 글쎄요. 이 여자 뭐 특이사가 없어요. 하계갈바를 좀 푼 거죠. 하계갈바. 男人猛然想到什么，突然双目猩红，目光变得冷酷狠厉。他很快就找到了苏西，虽然他已经整容，但那双执拗温润的眼睛却还是一如从前。阿九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苏西虽然表面平静如水，可紧紧握住酒杯的手却出卖了他的情绪。 잘 모르시겠어요? 누구시죠? 지금의 남편보다 더 사랑한 사람이 있지 않았나요? 此话一出，苏西已经确定他就是阿九。一个人的模样会略微改变，但靠近那个人时的感觉却是独一无二的。可是命运弄人，阿九偏偏这时出现。看着苏西隐忍痛苦的眼泪，阿九话锋一转，说自己认错了人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既然苏西已经结婚，那就让她幸福吧。可阿九的手下在监听贤秀的手机时，却意外发现贤秀之所以娶苏西，只是为了监视控制她。而很快，贤秀就将苏西与阿九见面的事汇报给了霞姐。霞姐很是生气。 너가 지금 무엇을 위해 살고 있는지 잊지 마. 그걸 잊어버리는 순간 너와 너희 가족들은 이 세상에서 지워질 거야. 苏西不知道贤秀的身份，还担心会连累到他。可就在这时，阿九发了一段电话录音，正是贤秀与霞姐的通话。苏西崩溃了，原来他退后一步守护的人不过是楚门的世界。苏西恨意四起，他不再相信霞姐，反而觉得阿九才是唯一关心他的人。随即，他便告诉阿九情报局的刺杀任务。霞姐派人2次刺杀阿九，并让苏西从旁辅助，这次务必干掉阿九。但由于苏西事先透风，女杀手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就被阿九的人控制了。可不地道的是，阿九转头就告诉女杀手是苏西出卖了他。阿九对苏西还是那么冷酷，那么不近人情。就像当年苏西只有8岁，阿九却逼他和成年歹徒比赛组枪，谁组得慢谁就得死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苏西仅用了10秒就组完了一把枪，然后瞄准了对面的歹徒。可他因为害怕，迟迟不敢开枪。歹徒见状，加快了手中的速度，他按压子弹，扣上枪锁，子弹上膛。
阿九这一枪彻底改变了苏西的命运，他求阿九教他杀人，好报杀父之仇。经过10年训练，苏西成了出色的杀手，并为情报局工作。可这天，他刚到单元楼下，眼看丈夫抱着女儿从6楼跳下，苏西立马狂奔过去，想要接住女儿。可下一秒，他们就重重摔在地上。苏西赶紧抱起女儿，女儿已经没了呼吸，贤秀也身受重伤，她挣扎着睁开眼睛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可看着苏西悲痛欲绝的眼神，贤秀最终什么也没说，不一会儿就咽气了。苏西嚎啕大哭起来，随即她就想到自己的上司霞姐，那个扬言要杀她全家的女人。 우리를 세상에서 지워버린다는 게 이런 뜻이야. 여전히 보이는 것만 있는구나. 우리가 아니야. 아직도 모르겠어. 같은 소리 하지 마! 面对苏西的枪，霞姐丝毫不慌，还淡定地放了一段视频，那是爆炸前几分钟。贤秀和孩子刚回家，可一进门，他就被人一记闷棍打倒，孩子吓得扑进贤秀怀里。一看这架势，贤秀就知道这些人是苏西的前夫阿九派来的。贤秀生怕他们伤到孩子，于是赶紧说道：“이 아이 이중살이 딸이야. 小弟便给阿九打去电话，汇报了这一情况。阿九却让贤秀杀了孩子，以此证明这孩子与贤秀毫无关系。随即，小弟就扔下一把刀，只要贤秀动手，他们就放贤秀一命。可看着视自己如亲生父亲的孩子，贤秀根本无法动手。随即，他就被一顿胖揍。看到贤秀倒地，孩子立马扑了上去。阿妈。 贤秀作为情报局人员，住址和身份信息都是高度保密的。但坏就坏在苏西还爱着阿九。得知霞姐要派人刺杀阿九后，苏西就通风报信了，女杀手成功被抓。可这个女杀手转头就带阿九的人潜入苏西家，既然她不能活命，那苏西也要痛不欲生。阿九果然不负女杀手所望，他特意送苏西回家，然后命小弟引爆煤气，让苏西亲眼目睹丈夫和女儿被炸死的场景。看到全部真相的苏西直接崩溃了。但更扎心的，则是霞姐给他的一段录音，那是被阿九特意剪掉的一部分。 저기 부장님, 저희 결혼 진짜로 하면 안 되겠습니까? 정연수, 정신 차려. 수키는 언제 죽을지도 모르는 일을 하는 여자야. 저 수키 사랑합니다. 남은 평생 손에 피 묻히면 살게 할 수는 없어요. 原贤秀与苏西结婚，虽然有任务的成分在，但更多的还是因为爱。苏西却在阿九的误导下，亲手推翻了他和贤秀的感情。阿九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？苏西孤身一人荡平了阿九的老巢，再次与他面对面。 아저씨, 단 한순간이라도 날 사랑한 적 있어? 이제 와서 무슨 말을 한다고? 달라지는 게 있겠니? 나는 들어야겠어. 아저씨 입으로. 于是阿九亲口告诉苏西，他才是杀死阿九父亲的人，然后将他贩卖，再将他救起，让苏西对他感恩、信任、依赖，然后深爱，这样就能将苏西牢牢绑在身边，成为他最有力的刀刃。因为苏西的刺杀是他见过所有的女人中最厉害的，但苏西一直执着于为父报仇，阿九便演了出替苏西报仇而死的戏码，让苏西对他愧疚不已，从而杀入敌方老巢，解决阿九的心头大患。阿九是懂得利用愤怒的力量的。 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可霞姐更是这样的人，他们都知道苏西的爆发力。那么现在，谁在苏西心口插入的刀深，谁就能握住苏西这把锐气，给对手致命一击。 당신이 나한테 어떻게 이럴 수 있어? 나는 그래도 된다. 널 만든 건 나니까. 지금 보여줄게. 당신이 날 어떻게 만들었는지.
苏西扔掉了枪，拿出刀和阿九近身搏斗，唯有切肤之痛才能发泄他心中的痛苦。苏西和阿九都是顶级高手，他们从屋内打到屋外都难分胜负。可就在这时，阿九的手下来了，他们立马护送阿九逃走。苏西追过去时，一辆车正好撞了过来，苏西被撞倒在地，半天都爬不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阿九却上了一辆公交，然后径直向苏西撞来。苏西这才确定阿九是真的想要他死。苏西立马跳上一辆车，砸碎车玻璃后，他就爬到车头上，一边单手反向操作方向盘，一边追击公交车。两车相近时，苏西一个跳跃就破窗而入，进到公交车内。厮杀过程中，苏西被阿九一刀插心，但他还是挣扎着一斧子砍向了司机，公交瞬间失控。但即便如此惨烈的车祸，阿九还是没摔死。这回苏西占了优势，他举起斧子想要劈了阿九，可一对上阿九沉静锐利的眼睛，他就下不了手。 어째 그렇게 떨고 그러니? 안쓰럽게. 무쇠하지 말라. 무쇠하지 말라. 내리쳐라. 나를 죽여라. 그래 뭐. 시작될 기다. 진짜 고통. 내가 너를 주겠다.苏西杀了阿九，他痛苦地拔掉了心头所有的念想，从此成了没有感情的杀人利器。顶尖杀手是怎样炼成的？大概就是像苏西这样，被最亲近的人反复背叛，被无底线伤害、无节操利用，消灭他对情、对爱的所有幻想，让他对幸福畏惧，心中只装仇恨，然后就会淬炼成钢。杀手光环有多耀眼，他的背后就有多悲惨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小班，咱们下期见。